身為航空系優讀博，我最常被問到的一個問題就是：你最喜歡的航空公司是哪家？我每次聽到這個問題的時候都不知道怎麼回，因為這個世界有那麼多航空公司，而我只搭過那麼一丟丟。但我還是會說，我自己私心最喜歡的航空公司是，沒錯，就是中華航空。OK， 我知道，現在很多人聽到這個答案可能會來 What the f？ 退訂，白痴 YouTuber。但我是真的每次搭華航體驗都100分，所以我們今天就來聊聊華航吧。好，廢話有點多，我們趕快開始吧。3、2、1，起飛！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Ben。今天我來開箱的是中華航空的台港航線來回哦，又是台港航線，那我就很常這兩個地方來回跑哦。但我覺得也好，可以直接对比我之前開箱過的星宇跟長榮。有興趣的也可以在這支影片之後去看一下哦。那我這次去程搭乘的是華航最新的 A321neo， 回程只是搭華航最舊的 B737-8版，一個新一個舊。華航這兩個載體機型在搭乘體驗上有什麼差別？整體對比剛剛提到的星宇跟長榮又有什麼不一樣呢？我們就來好好看一下吧。Go go！ 喲吼，大家早安！我現在人到香港國際機場了。嘛，畢竟也來過很多次了，我想也不太需要做介紹了吧？我們趕快去報到吧。華航在香港機場使用的是 F 排，是亞洲父母最不想要看到的位置。這裡一共有4條報到通道：天河優享 Sky Priority、金卡、Regular Economy and Backdrop Economy， 就蠻中規中矩的。那在快速報到完，加上撞見這個我至今都還是不太懂的巨動老布布跟一個 Live Performance 後，我們就也剛好可以抓拍到剛剛從台北飛來今天搭乘的飛機啦。這次去程搭乘的是中華航空 CI910 A321neo。華航目前一共有19架的 A321neo， 平均機齡超級年輕，才2歲多一點。No way！ 而我們今天搭乘的這架 B18109， 也就比平均稍微再大一點，3歲多，但依舊是個年輕的寶寶。好，我承認這並不是我第一次開箱華航的 A321neo， 不過之前那支影片因為種種原因被我滑掉了，所以這次會來好好補償一下。此時此刻，剛好還發現隔壁停着長榮的 A321， 真是好麻吉，來香港也要站在一起。這機型我之前也開箱過，所以感興趣的也可以點右上角去看哦。但反正我現在非常開心，我搭乘的不是長榮，而是華航的 A321， 你們等一下就知道為什麼了。好，來登機吧。華航的 A321neo 只有一種簡單粗暴的座椅布局，前面是12席可以躺平的商務艙 ，followed by 後面168席經濟艙，分別都是標配的22跟33的座椅布局。那在上飛機前就可以自行領取耳機，華航的耳機也是我認為經濟艙裡數1數2漂亮的耳機，全白加上花花的 logo， 我覺得很漂亮。我今天坐的位置是 43K， 椅子 feature 的是 Collins Aerospace Meridian Seats， 全皮的材質讓我覺得蠻有質感的同時，也讓很多人覺得這個椅子格外的滑，俗稱華航。我自己屁股比較大，重心比較穩，所以是覺得還好。但我完全能理解為什麼有些人會這樣覺得。Legroom 是舒服的1.5個拳頭，椅子也設有頭枕，可以上下左右提供脖子更多的支撐。然後是飛機窗是手拉的，下面也沒有任何插座，上面的話只是 Personal Air Vent 跟 Reading Light 都有。好，目前為止都很棒。我們再來看椅背吧。椅背的下面就是一個皮質的大口袋，跟前面的2個小口袋，是我很喜歡的一個小 feature。大口袋裡面放了安全須知、免稅商品的廣告單、2本飛行雜誌跟 Pokemon 的清潔袋。哇，很會！口袋妖怪當然要放在口袋裡嘛，華航懂哦。然後往上看的就是一個下放式的餐桌，而到最上面就是機內的娛樂系統啦。這個娛樂系統我覺得我們可以來好好聊一下，因為這套娛樂系統是我至今用過最好的沒有之一。螢幕很大，邊框很窄，反應很快，而且還都是4K 的解析度。娛樂系統本身是可調整的，下面還可以找到 USB 跟耳機插孔。以硬體來說，這絕對是目前的頂配。至於娛樂內容呢，也是非常的豐富，有電影、電視節目、音樂、精選短片、遊戲跟很可愛的兒童專區。我自己比較在意的飛機餐、飲料菜單跟 State of the Art 的飛行地圖，你也都能找到。除此之外，那麼新的娛樂系統當然也具備了藍牙的功能。What a perfect system！ 這裡插一個題外話，其實星宇的 A350跟 A330也都是使用同一套娛樂系統的。
但我覺得有些點是小銀星語的，比如說這個可以把你的手機變熒幕遙控器的功能。雖然我感覺這完全就是一個很多餘、專門拿來 show off 的功能，但有也不是壞事吧。再來就是華航不僅僅有實體的娛樂系統，連手機上都是可以連他們的 mobile entertainment 的，上面可以找到剛剛提到的娛樂內容，而且還有飛行地圖。看來華航真的很怕你會無聊呢，娛樂內容塞好塞滿。好啦，以上就是華航 A321neo 的座椅環境，介紹的差不多了，飛機開始倒退，我們就也差不多可以回台灣嘍。我們空中見嘍。OK，welcome back。我們現在已抵達飛行高度，技術人員很迅速的投入餐飲服務。但在食物來之前，我們還是先快過一下機上網路吧。華航的777、A350跟 A321neo 都是配有機上網路的。商務艙、豪金艙跟高卡會員均可以使用到無線瀏覽的部分。但如果你跟我一樣只是個努力生活的庶民，那你也還是可以使用到免費傳訊息的程度。想要使用更多，就需要 money， 大家可以參考一下這裡。那剛好這個時候飛機餐也來了，今天吃的是油蔥雞肉紫米飯。I mean, come on, just look at this！ 你敢相信這是1個半小時的飛機餐嗎？一個主食，一個前菜，餅乾、飲料、鐵質的餐具跟濕紙巾。就問到底還有什麼可以挑剔的？前菜酸酸甜甜，一點蒟蒻，加上軟嫩的雞肉，不僅口感很棒，吃起來也很清爽開胃，跟滑順。再來就是今天的主角油蔥雞飯，這個 presentation 真的不要太漂亮，各種顏色一看就讓人很有食慾。口味方面也是真的沒話說，那是一種身為台灣人能夠在飛機上吃到那麼台的食物的一種感動。嫩嫩的雞肉，下飯的油蔥，煮得恰到好處的紫米，搭配油豆腐，一點蔬菜跟泡菜。This has to be the ultimate comfort food for Taiwanese。吃完主餐後，也別忘記還有餅乾跟飲料。華航跟五同號聯名推出飲料，也不是1天2天的事了，但這次又多加一個 Care Bears。其實我不知道 Care Bears 是什麼，但之前華航跟吉卡哇聯名的時候，我還蠻瘋的。荔枝青烏龍茶，烏龍的苦跟荔枝的甜，一個互相綜合的概念，達到一個舒服的平衡。餅乾呢，就是草莓口味的這個夾心酥，不知道怎麼講，但這個也蠻好吃的，不會死甜，就是有點愛掉屑屑。等一下我就被螞蟻搬走。以上就是這次短暫航班的飛機餐，大家覺得如何呢？我自己是真的佩服華航，我從長榮搭到星宇再到華航，每一次都刷新我對台港航線飛機餐的上限。而且根據我的經驗，華航在短程航班也是會提供他們的 signature drink 的，也就是他們跟五同號聯名的百香果紅茶氣泡飲，還有跟 Blah Blah Bar 和金色山脈共同推出的聯名調酒花粉假期跟紫雲慢旅，這些都是我之前從台北搭去上海1個半小時的航班裡喝到的，都非常值得一試，而且儀式感滿滿。調酒都有他們專屬的杯墊，我自己是私心喜歡花粉假期啦，很適合拍照，而且甜甜的，不像另外一個紫雲慢旅，非常的成熟，非常的中藥，我沒有到很愛。但有一點要注意的是，我那時候飛機很空，所以我才有機會所有飲料試個遍。不過如果飛機很滿，像我這次航班空服感覺也沒時間做了，我也沒問。所以如果有人港台航線有成功點過，又或者其實不能點，都歡迎在底下留言告訴我，感謝你們。好耶，吃得好飽。用這最後一點時間來看看廁所吧。廁所裡可以找到 baby 台、Pokemon 的清潔袋、馬桶墊、通風口、插座、Kotak 杯子、調整水溫的水龍頭，還有 Moroccan Oil 的 hand wash、hand lotion 和 fragrance mist。哇，好多東西。廁所是有點小沒錯 ，but I mean 1個半小時的航班，備品又那麼齊的廁所，還奢求什麼呢？很多長途航班的廁所連這個都不如，所以大家要好好珍惜哦。好啦，此時此刻我們就也差不多準備下降啦。果然台港航線是真的很快呢，上去就下來了。這次回台灣也就只待了一下下，去了一趟日月潭騎車環湖。
雖然是真的很漂亮，但我也是真的差點騎到往生。完蛋，我現在是真的超級 unfit， 肚子上的贅肉是真的多，減肥也不知道喊多久了，該動起來了吧，唐國勳 ？OK， 好像廢話有點多，我們還是趕快跳到回程吧。早安吶，各位！我現在人已經到桃園機場了。各位台灣觀眾，我想應該都蠻清楚的，但華航在桃園機場呢是1航、2航都會使用的哦。會根據你飛行的目的地決定你要去哪裡報到，所以大家記得出發前自己看好。我這次飛香港，所以去的是1航。在1航11排是華航的 regular check-in，10排則是 backdrop check-in。不得不說，桃機的早高峰是真的可怕。看看這個人潮，不管是哪一排人都多到爆。只能說希望3航能趕快蓋好，要不然這個人流就這樣下去，大家都不用出國了。好，特別提一下 ，check-in 櫃檯這裡是有行李吊牌可以拿的哦，顏色是深藍色。會特別提也是因為我第一段在香港 check-in 的時候，其實也有，只不過那個時候是淺藍的。好，就只是跟大家講一下。OK，pop quiz time。我過完安檢後，跑去使用了桃機的免費按摩椅。來，各位桃機達人，大家知道這是在桃機的哪裡嗎？歡迎大家在底下留言分享你的答案，答對的人，給你一個讚。那在時間差不多後，我就也動身前往今天的登機口 B3 啦，是動身，不是動身哦。B2 跟 B3 是共用同一個候機室的，是腳踏車主題，要這樣剛好 match 我這次回台灣做的事情。好，決定了，下次我要回台灣騎車環島，但我可能需要先減個肥。這次回程搭乘的是中華航空 CI903-737-800，華航目前應該是已經只剩不到10架的737-800了。那隨着華航持續引進 A321neo，737-800只會越來越少，所以大家且珍惜哦。目前看起來平均機齡10歲左右，而我們今天搭乘的這架 B18665，今年9歲，也算是邁入中年期了。華航的737-800分2種座椅配置，2個都是配有8席商務艙，但一個有150席經濟艙，另外一個則是153席經濟艙，分別都是標配的22跟33的座椅布局。多3個椅子的那個配置，基本上就是把一個廁所給砍掉，然後多塞3個椅子，也就是我今天搭的這個配置。那我今天坐的位置是最後一排的31K， 椅子採用的是這種酒紅色布料，一個半拳頭的椅具，給人的空間感其實蠻不錯的。17寸的椅寬也就中規中矩吧 ，Industry Standard。讓我比較開心的是，這個椅子是有頭枕的哦，感覺是很多比較舊的載體飛機沒有的東西，比如說像長榮的 A321，所以很開心有東西可以靠。當然，這也讓我想到，我覺得華航另一個值得詬病的就是他們額外提供的枕頭。在短程航班有毛毯跟枕頭 is nice， 但我一直不太喜歡華航提供的那種一次性塑膠的枕頭套。考慮到華航很多方面都很優秀，這個枕頭就顯得格外突出。而且我在這班也因為太晚跟空服要，所以只剩毛毯，枕頭發完了。優點是毛毯還蠻舒服的，毛茸茸的顏色也很好看，所以拍拍手。好，我們再往前來看椅背。椅背的下面是一個大口袋，裡面塞了一堆東西，包括安全須知、無線娛樂系統使用說明、免稅商品廣告單、2個清潔袋跟2本飛行雜誌。對，基本上就這樣。因為上面就只剩一個下放式的餐桌，沒有個人娛樂系統，只有公共的那種。這點我想也應該是跟 A321neo 差別最大的地方了吧？一個是業界最頂級的娛樂系統，另一個則是放在頭頂的公共電視。所幸的是，我想華航也是有心想要解決這個在硬體上的不足的。737的 Mobile 無線娛樂系統雖然跟 A321的不太一樣，但還是可以看各種電影、短片跟聽音樂，就連兒童專區、遊戲跟飛行地圖也都有。可以看到功能是真的蠻全面的，跟一個娛樂系統沒什麼兩樣。美中不足的就是737是沒有網絡的，是你就算想付錢都沒得上的那種。當然這就是硬體上的限制了，沒辦法。所以這點大家就可能需要注意一下。OK， 還有什麼沒提到呢？哦對，上飛機前也是可以拿耳機的哦，只不過這次耳機是深藍的，會不一樣，主要還是因為飛機比較舊，耳機孔是2個孔的那種，所以需要不一樣的耳機。再來就是耳機孔跟音量控制都在把手上，飛機窗是手拉的，最後一排椅子背後也都有留空間讓你後仰，非常有良心。最後下面很可惜找不到充電頭，上面的話只是 Personal Air Vent 跟 Reading Light 都有。完畢。以上就是華航737-800的座椅環境。我知道蠻多人對華航的737都蠻有意見的，但老實說我自己是真的覺得沒有到很糟。確實沒有網絡沒充電是硬傷，但椅子算舒服，娛樂內容現在也都有了，而且大部分737飛的也都是短程，所以我是真的覺得可以接受，但也可能跟我的 expectation 有關吧，不知道。Anyways， 我們還是趕快飛去香港好了，肚子餓了，我想吃飛機餐。
那在飛機抵達飛行高度後，空服就迅速進入台港航線的日常作戰狀態了。這次飛機餐吃的是金邊炒米粉，這個飛機餐怎麼感覺好像似曾相識？沒錯，這跟我當時飛星宇吃的是一模一樣。仔細想想，星宇在台灣用的 catering 也是華膳，哇，那不就不公平了嗎？這次華膳跟星宇比，就是少了 broccoli， 但多了蔬菜跟滷蛋。我自己是比較 prefer 蔬菜跟滷蛋啦，以飛機餐來說是比較不會雷的選擇。但不管怎樣，米粉的水準都很在線，非常的好吃。那除了主餐之外，還有跟巨城一樣的飲料，一包鮮貝餅乾跟這一顆東西。鮮貝跟飲料都是正常發揮，就不特別提了。但這顆就比較特別了，我跟蛋黃比了個賽，他輸了，所以他就變蛋黃輸了。好啦，我搭飛機的那天剛好是中秋節，所以這應該是中秋限定吧。特別節日還有特別的飛機餐，我覺得很有心。雖然452卡可能比較像是很有肉，但我還是很快樂的把它吃完了。好，最後在降落前，我們照慣例再來看一下廁所吧。737的廁所跟 A321還是不太一樣的。進來就是先注意到地板是有圖案的，然後在提供的設施上一樣有最基本的 Kotak 衛生棉、清潔袋、馬桶墊、調整水溫的水龍頭、杯子跟 Moroccan Oil 的 Hand Wash 這些設備還是蠻齊的，但相較於神裝的 A321 就少了，比如說像 Lotion、Fragrance Mist、通風口、插座這些，都不是什麼特別大的問題，但我覺得這些還是要提出來，畢竟還是有些微的差別的。就這樣。好啦，此時此刻我們就也差不多準備要降落回香港國際機場啦。這次搭乘華航，我依舊是10分的滿意。優秀的服務，好吃的飛機餐，用心提供各種設施以及娛樂內容。華航給我的感覺就是用心，特別是最近幾年，感覺華航是真的衝得很前面。但要我說缺點，我認為也是有進步空間的。比如說這兩架載體機都欠缺全面的充電方式。737比較舊，沒充電就算了。A321neo只有 USB 就真的很可惜。沒有萬能插座，最起碼也要有個 Type-C 的頭吧。希望華航可以考慮一下。最後，如果要在737跟 A321neo 之間做一個選擇，我想這答案應該還是蠻明顯的吧。不管是娛樂系統、椅子、廁所還是網絡，都是 A321完勝。而且新飛機就是香，蠻無腦的。所以大家如果有選擇權的話，往 A321衝就對了。OK， 以上就是這集的全部內容。如果喜歡這種開箱影片的話，幫我按個讚、訂個閱、分個享、收個藏。我的目標是在2025年結束前衝上1萬訂閱，所以再拜託大家幫個忙嘍。我自己也會再接再厲的。接下來還會有非常多精彩的航空開箱哦，大家也可以期待一下。下一集我們就來聊聊阿聯酋航空的 A3808，不能再拖了，再拖就要過時了。先這樣，下一集見，拜拜。